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看每日一题，编号1502 ，Can make a arithmetic progression from sequence，能不能从给定的序列中制造出等差数列？这一题题目已经直接破题了，就是会给定我们一个输入的阵列，也可以讲是一个序列，问我们能不能从这个序列造出一组等差数列？假如可以的话，就返回 true；假如不行的话，就返回 false。那这边有第一个例题和第二个例题。那第一个例题它给我们351嘛，那能不能造出等差数列？可以，因为只要把1排在前面，3排在中间，5排在最后，这它们两差距都相等嘛，所以就是等差数列。那第二个例子呢？第二个例子给1、2、4，那它已经排好了，但是你用刚刚的观念，后项减去前项，前面两个差距是1，后面两个差距是2。那假如你颠倒过来，4、2、1变成前面差距是2，后面差距是1，不管怎么排都没办法排成等差数列，所以这一题返回 false。好，我们接着看约束条件。约束条件第一条说，阵列长度最小是2，最大是1000。所以说最少是2个元素，因为它是问等差数列嘛，所以至少会给你一个后项减前项的机会，最少是2个，因为一个元素的话没办法做比较，所以最少是2个元素，最大的话可以有1000个元素，所以这个规模没有到很大，算是中等，所以倒立法可能会在平台的边缘，所以倒立法可能会在平台上限的边缘，就是过不过的话，就是看平台的限制卡的严不严格。第二个是每个阵列的元素大小，最小到-10的6次方，也就是-100万，最大可以到正100万，所以里面的值有正的有负的，也有可能为0。好，那我们看题目的提示，题目提示已经讲了，很明显呼应主题，考虑每一个合法的等差数列，它们都是排序好的形式，所以要么是从小排到大，要么是从大排到小。第二个给了一个更强的提示，把这个阵列排序好，所以它可以是由小到大，或是由大到小的形式，或是由大到小的形式。然后检查两一组，后项减前项，每一组的差值是不是相等？那假如是的话，代表输入的阵列可以被安排成一个等差数列。OK， 好，那现在看完题目，然后也有例子，然后又有提示，那我们就可以想来怎么解。其实一开始的提示已经很明显，就用刚刚的范例做示范。他刚刚说对输入的阵列做排序嘛，然后检查两一组后项减前项的差值是否相同。所以135排序好还是135？那排序好之后，就检查两一组后项减前项，后项减前项，所以3减1会是2，5减3也是2，2等于2，所以它们的每一项中间的差值都是相等的，所以第一个范例返回 true， 因为这是一个等差数列。好，第二个范例是输入是1、2、4，它也排好了。那今天讲我没有排好没关系，比如它给的是一个乱序的4、2、1，或是4、1、2，不管怎么样，排序好之后会是一个有序的形式。那一样是检查两之间的差值是否相等，前面两项2减1差值是1，可是后面两项差值相减，4减2是2，1不等于2，所以这一题很明显就不能造出等差数列，所以第一题返回 true， 第二题返回 false。对，第一题返回 true， 第二题返回 false。那其实我们可以推广到一般项，看更 general 更通则的写法可以长成什么样子。其实等差数列可以这样想，由首项开始，第一项、第二项、第三项，一直到最末项 an， 那两之间都会有一个差值 ，a2 减 a1 会有一组 gap，a3 减 a2 也会有一个 gap， 但它们因为是等差数列嘛，所以它们彼此的差值应该要相等，也就是现在蓝色弧形的每一段长度都应该要一样，也就是现在蓝色标记到的每一段长度都应该一样长。那总长度呢？总长度就是最后一项，就是最末项减掉首项，也就是最大那一项减掉最小那一项，会是总差值嘛？那总差值应该要可以被每一段 gap 所均分嘛？
比如说今天假如是一个5项的等差数列，那里面的 gap 会有4个 gap，那最后总差值应该可以被这个 gap 给整除。假如不行的话，代表不是等差数列，这是我们可以想到的第一个检查条件。再来还有哪些可以提供我们检查呢？我们刚刚已经想到用后项减前项，后项减前项，后项减前项，所以今天有一种可能是特殊情况，也可以想成是简单解。假如这个 gap 是0，那当然最后的总差值也会是0。只要 gap 是0的话，代表每一项都相等嘛，所以 A1 会等于 A2 等于 A3 会等于 AN。这时候也是等差数列，因为等差数列的差可以为0，所以今天当 gap 等于0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一个快速的检查动作。假如今天 gap 等于0，代表它是每一项相等的，这时候我们可以立即返回 true， 因为这是一种简单解，也可以说是特殊情况。OK，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条件可以提供我们快速判断？其实还有，以前在中学的时候学过，数列的和可以写成第一项加上最后一项乘上项数，这边项数就是有 n 项嘛，所以首项加末项乘上总项数除以2，就会是这个数列的和。那假如这个数列的和和每个元素相加相等的话，代表它有机会形成一个等差数列。那假如不是呢？假如不是的话，代表原本的输入不管怎么安排都没办法形成等差数列。以刚刚例子为例，1加3加5，它们的和是多少？它们的和就是首项加末项乘上总项数，项数是3，最后除以2，所以6乘以3除以2就会是9。那9是不是它们的元素总和？是。1加3加5是它们的元素总和。那1、2、4呢？1、2、4可不可以用这个公式来检查？首项加上末项乘上它们的总项数除以2，所以是5乘以3， 5乘以3是15， 15除以2会得到 7.5。那它们的元素总和是多少？它们元素总和是1加2加4是7，所以 7.5 并不等于7，所以我们可以用刚刚的公式快速的判定出给定的输入阵列，假如它的元素和不等于等差数列的级数和，那我们可以快速的返回 false， 因为它不管怎么安排都没办法造出一个等差数列，这是一个快速判断的例子。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演算法轮廓，一开始给定的输入阵列，我们可以先求出最大的差值，也就是输入阵列的最大值减去输入阵列的最小值，会得到总差值。总差值理论上应该可以均分给每一个 gap， 也就是每一个后项减前项的小差值。那假如不行，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一组数列不能造出等差数列，因为它们的差值没办法均分，所以可以用总差值和 n 减1来做判断，因为 n 减1就是 gap 的总数目。假如总差值和 n 减1不能整除，就可以快速返回 false， 因为这一组输入没办法造出等差数列。另外还可以用求和公式快速的判断，假如元素和不等于等差数列的级数和，那我们也可以快速的返回 false， 因为这一组输入没办法造出等差数列。OK， 那推广到更大的输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原则来检查。那我们有了比较小的差值，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gap， 然后我们也知道输入阵列里面的最小值，我们叫它 minima。那我们就可以从最小那一项开始检查，因为最小那一项一定是 minima 等差数列，所以从最小那一项开始建造 ，A1 加上 gap 就会是 A2，A2 加上 gap 就会是 A3，一直反复迭代，最后可以造出每一项，所以最后我们就是从最小值每次加上一个小差值加上 gap 可以造出下一项。我们只要检查对应的那一项是否存在原本的输入阵列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本的输入是否有机会被制造成一组等差数列。好，现在有了演算法，我们就可以来看程式码撰写。就像刚刚在白板看到的，一开始我们需要几个资讯，最小值、最大值和项数，总共有几项。那对应的最小值就是对原本的阵列取 minima， 最大值就是对原本的阵列取 maxima。
那长度就是取 length。那有了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总差值，也就是末项减首项，也可以讲成是最大值减最小值。那刚刚提过，今天有一种简单解，就是它每一项都相等，就好比说今天有一个数列，它是1，每一项都是1，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经过差值判断，它的差值等于0，那表示它的每一项都相等，这时候我们可以快速的返回 true，因为差值为0也是一种等差数列。第二个，刚刚提过的核心精神就是总差值应该可以被均分为每一个比较小的 gap，就是被蓝色线段每一段给整除。假如不行的话，就返回 false。所以这边判断，假如总差值不能均分给每一个比较小的差值，那我们就返回 false，因为它们没办法被整除，没办法被整除，代表其中至少存在某两项，它们的差值和别人不一样。还有一个快速的检查，就是用等差数列的求和公式和元素和去做判定。假如两个不相等，表示输入的阵列没有办法造成一个等差数列，所以这时候也返回 false。最后就是通则的检查，检查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最小的元素出发，每一次加上一个小差值。假如某一项没办法在原本的阵列中找到，就返回 false，表示原本的阵列有缺少原本等差数列应该有的值，这时候就返回 false。那假如每一项都可以在阵列中找到，那最后就是返回 true，表示这个阵列是一个合法的等差输入的形式。好，我们来快速测试几题教我们的程式码。好，没有问题，效率也还算中上。最后来分析演算法的复杂度。一开始我们会需要寻找最小值、最大值、总长度，还有阵列的元素总和，还有阵列对应的集合，所以这些时间成本都是 big O， 都相异于原本阵列的长度，所以时间的总成本就是 big O， 分别花费在 for loop 迭代、寻找最大值、寻找最小值，还有集合的建造。那空间呢？空间我们这边用到的额外的成本就是花费在这个集合的建造。集合提供我们一个快速 big O1 检查元素存在的方式，但它对应耗费的成本就是在空间上付出了 big O(n) 的空间，所以空间复杂度就是这个集合所占的大小，也就是原本阵列长度，大也是 big O(n). 好，以上就是这一题的分析与讲解。假如还有要讨论或是发问的，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，也非常欢迎你推广给身边正在学习演算法或解题的同学。最后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解题影片和学习资源。好，我们就到这边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